大家好，我又来到了恩施这边，看到身后的环境就知道了，又是在大山里面，被大山环绕。恩施这边山非常多啊，今天来这里走一个徒步线路，顺便找一个村落，因为我在网上看资料说，这附近有个村落，里面有好几户人家，那个地方到现在都不通公路，找一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啊。到了这边，就能发现到处是这种巨大的溶洞，这个也是有几十米。这里呢也属于腾龙洞的一部分，算是属于腾龙洞的后半部嘛。这个峡谷很高，估计也没人进去，因为太危险了。这种都是有地下暗河的。在这种山区里面，时不时是有几户人家的，前面也有，我车就停在那边，然后走过来的。那这里相当于一个是大的山谷。那么底下明显的看得到全部是石头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一般是不种植水稻的，就种植苞米、玉米那些。到了秋天的时候，这里呢就变成收获的季节。看看这边全是用石头砌起来的，什么作用呢？就是防止上面有限的泥土啊水土流失。砌成之后，上面就变成一块我们说田地，可以种植东西。种茶、种菜以及种玉米这些，哇，到处都是绝壁。那个山高吧，在远处就有一户人家。那么我们看这个路就知道了，那一户人家肯定是不通公路的，叫做独家寨。远处那个有房子就是独家寨，那边呢就是在一个山谷里面，相当于一个平地。三面环山，那另外一面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大的峡谷、大的悬崖，很刺激吧？那个独家寨我们以前去过，现在还有80多岁的老人和他儿子在这里生活，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进入独家寨，那里是必经之路，就是靠那一条道路才能进去，其他的方向是进出不了的。那么老爷爷在这里居住了大概50多年，所以呢被叫做独家寨嘛，顾名思义，就一家人的寨子。现在就2个人在这居住，老人跟他的儿子，因为80多岁出行不方便，他儿子主要是在这里照顾他。那个房子旁边的一些平地呢，就相当于是种植玉米，穿进一个山洞才能过去。其实今天等一下要穿好多个山洞，这个还是小的，等一下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山洞，溶洞一样的。到处都是这样的绝壁。那这里相当于一个小的山谷盆地，还种了很多菜。那么我们就往那边走，进入第一个溶洞。这个溶洞真大，又是几十米宽、几十米高的。这个就是山龙门，其实看起来就有点像那个天生桥一样的，长度182米。宽度的话，有宽的地方，也有窄的地方。洞内啊，起伏比较大，高度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往上走一走，看看。走在这里还能听到鸟叫声，因为在大山里面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以前它这里属于清江的那个通道啊。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很早以前这里的水流还是很大的，包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到处也能够听到上面滴水的声音。我们站的这一块呢，是洞口相对大一点，宽度的话有30多米，前方那里就窄一点，20多，是一条经典徒步线路。明显的下面路上的痕迹就知道，经常有人来走啊。我在网上看资料还说，前面还有2个以前还有人居住的痕迹，有兵工厂的痕迹，就是在上个世纪。地上的碎石非常多，那这些石头不知道是不是从上面掉下来的，还是从哪里来的，估计是啊。这里全部是水流声，全是从这种上面流下来的，很少像我这样一个人走这样的路线。我在网上看到他们都是组队的，一个人都很少。还好呢，这是一条比较成熟的线路啊，
不是成熟的我就不走了。现在回过头看一下，这上面啊都是这种以前河流冲刷过的痕迹，明显的跟现在一般的石头看的不一样。走完第3个溶洞，隔了大概100多米，就是第2个溶洞了。这种很难得见得到的，因为是连续性的。走到这里面，2个声音，一个是鸟叫，一个是水流声。我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人来呀，估计不敢吧。这地方天黑就很吓人的。这里不光是一个，这里一个，上面也有，只不过比较小一点，主要是在下面这个。这个宽敞，而且比较平，没有看到石头，地面上都是泥土，这个就很奇怪了，搞不懂是为什么。假如说以前是河流冲刷的，也不会这么平啊。到了上面就有石山，能够听到水流声。这个水其实也可以称作是天然的山泉水。这里是一个小型的山坡，那这里就以前有人生活过的痕迹，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兵工厂。那这里主要用来熬硝，这里明显的以前建造的痕迹，相当于一个灶台一样的。这里很多啊，在利川这边很多天坑、峡谷，还有这种溶洞里面，都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、熬硝的痕迹。这里到上面全部都是啊，有很多个这样的坑。所以说这里以前有兵工厂应该是真的，只不过呢可能是上个世纪30、40年代的时候。上面这些石块、石山有点像堆积岩一样的，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，看得比较明显了。以前这里还修了城墙，这里应该是大门，看得出来。然后这边这个厚度啊挺大的，所以以前可能这里住了很多人呢。继续往前走，一龙门就在那里。我休息了一下再走，因为在这些地方要慢一点。所以我记得谁说过，去徒步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最好是人多一点，不要一个人出发。到了这里，发现几个房子，不知道是客栈还是住户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找那些村落不通公路的，上去看看。哦，这里是一个客栈，这里属于一龙门，这个地方叫做黑洞。因为里面漆黑无比，它是没有灯光的。我忘记带手电筒了，这里完全是黑的。已经漆黑无比了，看都看不清楚了。这是最远处那个路口，这里面是漆黑无比，有几百米啊，这个看起来都让人害怕。哎，我突然发现我胆子好大呀，敢在这样的地方走。哎呦，这里全是那种泥巴，很滑。哦，马上快出来了，我现在走在里面胆战心惊的，太紧张了，感觉好恐怖啊！准备出去了，赶快走吧。越在里面，越让人害怕。出来了，累死我了，也吓死我了。下次不干这样的事情。这里是一龙洞，当年《鬼吹灯怒其湘西》就在这里拍摄过，应该大家有点印象吧？当时有一大批人
从洞口出来的话，就是在这里往前走，应该就是好汉坡，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坡度。现在可能是在开发的景区嘛，这里本身好像就属于腾龙渡后洞，所以呢，在开发之后就比较好了。我现在还没找到那个村落，不知道它在哪里。那这个坡度也很高，现在好像还有人在那里游玩。哇，这山谷，以前这里估计也是属于那种河床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去了，要爬一个阶梯，爬天梯。走吧，爬完这一些就好了。哎呦，这里没注意，可能都会踩空啊。哎呦，太惊险刺激了！我现在已经没力气了，饿了。这里有一些房屋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住的。这些是肯定不通公路的，好多个房间呢。哦，有可能是那些客栈，也有很多徒步的，然后把客栈开在这里，上面有很多这种对旗，哪个驴友的，哪个户外联盟的，荆门、江汉、武汉的，因为这里是一条经典线路。找了这么久，我一直在找那个人在哪里，他在这个地方，这里还有人居住，这里相当于就是隐居一样的了，没有通公路，人呢可能出去了。啊，这里好几户人家，我们看看下面有没有路，这边也没有路。它这些房屋都是捡的附近的这些石头弄的，不是砖的，木头瓦，就证明它这里运送砖进来不方便嘛，成本很高。在这个房屋门口碰到一对夫妻在干活，我们向他打听一下，了解一下情况。你就住在这里？那有点不方便了。那没得办法呀。没搬出去啊？那个什么都在这里，搬不了。那也倒是。我们也是8户人。这里啊？哎，8户人公路不通。这位大叔向我们介绍了一下，他就是居住在这里。他说这个地方大概剩8户人家没有通公路，大概是有30个人。他简单向我们说了一下，像他去年养了8头猪，由于这一块没有通路，那个收猪的人都不愿意过来，弄得他最后是自己把猪全部杀了，做成腊肉。他这里不通公路，并不是他整个村落不通公路，他们这8户人家属于这个村落的一部分，整个大的村落还是通公路的，只是可能他们这几户人家在一个角落，相对来讲的话偏僻一点，所以说就没有公路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小路，可能买卖什么东西要自己扛出去，车子是到不了门口的。我问了一下他们为什么不搬出去，像这位大叔说得好，他说他们世代在这里居住，田地各方面都在这里，也不知道搬哪去，这里毕竟作为他们老家，所以也不舍得搬走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这里可以说是世外桃源，尽管说不通公路，但是离大马路的话，走一段时间也能够得到。这栋房屋还是很有特色的，全是用石头建造的，石头就是附近的石山弄过来的。在这个地方隐居或者养老还是挺好的，很多退了休的人可能愿意在这里生活。那么年轻的人有几个呢？假如说是你，愿不愿意待在这个地方？在这个地方生活，相当于就是自给自足，每天自己种点菜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听听鸟叫声。农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世外桃源的生活可能就是这个样子。旁边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山谷，这边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里就是湖北利川市的清江古河床。